相传在魔神战争时期，璃月有一神山，山上有一巨树，名桃兜。若人一生罪孽深重，死后魂魄便无法越过桃兜，抵达彼岸。哇，香菱，你也穿了新衣服呀！哎呀，那就快夸本堂主眼光好。 好，我是陈玉鼓手工艺工会的蓝燕。叶枫，漫剑翩翩，我们将在今晚布下大阵，借用往生堂秘法焚烧死气。 若要布此大阵，代价是要有去的。以后你要是想我了，就看看这根梅枝吧。快洗漱一下，收拾东西。走了，走了，走了。旅行者，凯蒙，你们来了，抄近道吧。戴好头盔，上车。 火圣夜巡礼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这一伟大赛事就快要开始了。旅行者，他终于要来宣布统治耶迷主了！不会吧，哥们！你再说一遍！啊，天哪！不会吧，哥们！再来一组！啊，谢谢教练。拿下！点燃吧！ 动力全开！恭听太阳的轰鸣！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了。履行盟约吧，星魔们！灭口交给你们俩了。如烟般腾起吧！ 我有个无论如何都想知道的事，在我的记忆中，我似乎从来没见过队长睡觉。再等一等，战士们呐！终有一日，我会将你们带到约定的地方。虽然古名已经完成，但还魂师也是要在胜利之后才能生效，更别说火神大人的结局已经指向了死亡。 一旦决定出发，就必须尽快消灭罪魁祸首，否则就算我们抵抗深渊侵蚀的能力再强，最终也会被污染与瓦解。这才是真正的孤独，真正的被世界抛弃。 怎么会？既然你们的死亡如饥似
降临者的生命比你想象中更有价值。你亲手捏碎了世界的希望。此地会迎来怎样的结果，我毫无兴趣。Hello， 各位旅行者们，好久不见！欢迎来到《原神》5.3版本的前瞻节目，我是你们熟悉的战斗设计师鸡哥。那今天特别热闹，我邀请来了2位幕后的神秘嘉宾。2位小伙伴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旅行者们，大家好！我应该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是战斗设计师杨神。Hello， 我是大家的新朋友，任务设计师绿少。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欢迎2位。就刚才看鸡哥在那边点火，一瞬间我还以为到了纳塔竞技场的画室处。确实啊，这里这么多火炬，就让我想到纳塔，再加上刚刚放的现场音乐，着实是有一些氛围感。对啊，看来大家还在回味刚才的还魂师剧情啊。不过这次的魔神任务名字确实也带了还魂师3个字啊，叫炽烈的还魂师，也确实很符合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氛围啊。那鸡哥既然提到，那我们就赶紧进入正题吧。先从5.3版本的魔神任务开始给大家介绍介绍。行啊，那纳塔的故事情节发展至今啊，大家的感受或许也会有一些变化啊。我记得在5.0的时候啊，可能旅行者们还对纳塔要进行的这场战争啊没有太多的体会，而从5.1的魔神任务开始，我们从社区里啊看到有不少的旅行者的心态其实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大家也从亲身体验当中感受到了这种对抗深渊的战争本身有多么的残酷。有所体会。现在的纳塔因为深渊的入侵牺牲了很多人，但也有很多的勇士在为保卫纳塔而战。还魂师这个主题其实也串联了纳塔不少重要的内容，不管是部族的勇士们，还是一帮的旅行者，大家都曾在对抗深渊时受到了还魂师的指引与庇护。虽然之前已经击退了深渊，但它还是潜藏在夜神之国的深处。而短暂的休整之后，旅行者也终于要踏上了直面深渊的旅程了。没错，那在对抗深渊的路上啊，相信我们的旅行者也并不会孤单。那些在纳塔旅途当中曾经结识的人们呢，他们也一定会伸出援手的。我觉得呀，这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应该就是纳塔的神明马维卡了。他从500年前就开始筹备对抗深渊的计划了，到现在也终于只差这最后一步了。漫长的抗争即将迎来转机，用马维卡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一次他想亲手打碎这样的宿命。你这是现学现用啊，因为刚刚 PV 当中啊，他也有类似的台词。那感觉从 PV 当中我们能看到啊，马维卡和旅行者有一个携手合作的画面，从中我们也能略窥一二。而旅行者这边有着马维卡、希诺宁、希特拉利以及各个部族伙伴们的协助，相信战前的准备也一定会顺利。在之前的主线故事当中，我们也从希特拉利的口中了解到，利用死之之争的力量击退深渊，势必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但我还是希望对抗深渊的勇士们能够平安归来。对啊，就像纳塔的人们常说的那样，我们不会孤军奋战，所以我们也得相信他们，相信纳塔。那有些旅行者估计也会好奇啊，除了马维卡和纳塔的勇士们，那还有一位关键人物队长。那队长的故事到底会是一个怎样的走向呢？不过这里我们还是得先卖个关子，留给各位旅行者亲自在5.3版本上线之后去体验吧。
还有，千万不要忘了，在5.3版本期间完成魔神任务第5章第5幕，就可以领取额外的500原石奖励。那刚刚大家都说非常关心马维卡在剧情当中的表现。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详细的聊一聊这位在5.3版本当中的绝对关键人物。作为战争国度纳塔的神明，正因为马维卡有着足够强大的实力，所以才承担起了许多类似拯救纳塔这样巨大的责任。而且马维卡是很特别的，相信旅行者们对其他国家的神明也都非常熟悉了，但马维卡是目前为止唯一一名曾经是人类的神明。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更能体会纳塔人现在的困难。是的，是的。那我们之前还开玩笑就如果要在提瓦特评选一个最强人类，那马维卡一定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人选。是啊，毕竟没有哪个人类会像他一样有如此壮烈的过去，还经历了500年的岁月磨砺。是啊，那既然如此，不如让我们先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火神马维卡的英姿吧。Ready to ride. Full throttle. Yeah. Yeah. Rise with the sun. Breath from the skies. 那不愧是火神啊！那看完感觉整个人都要燃起来了。虽然参与了整个开发过程，但亲自看到他的战斗表现，我还是会被震撼到的。对呀，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战斗表现的时候也非常惊讶。不过也可以说，他很符合我在制作剧情内容的时候对他强大实力的想象。所以我们在考虑玩法的时候，也想做一些符合他身份和经历的设计。那要不杨神你跟我们仔细聊聊呗？为了凸显马维卡的领袖气质呢，我们为他设计了2套战斗模组，其中一套是以挥舞双手剑为主的战斗姿态，而另外一套则是驾驶齿轮车进行的特殊战斗模式。那这2套模组它具体在玩法上有什么差异呢？是这样的，在双手剑状态下呢，马维卡除了自己能在场上展开攻击以外，还能在后台协助其他角色进行攻击，对敌人造成火元素伤害。而在驾驶齿轮车的时候马维卡可以将这份力量化为己用，对敌人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刚才在看 PV 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这个齿轮车应该马维卡不只拿它用来战斗吧？当然了，齿轮车本身也是一种高速的地面代步工具嘛，玩家可以享受风驰电掣的高速旅行。对了，制造齿轮车的时候，希诺宁还在其中加装了一些小的设计。这些特殊的小设计能允许齿轮车在特定的情况下展现出一些额外的移动性能。除了直接使用元素战技召唤齿轮车之外，玩家还可以通过纳塔特有的夜魂传递，在前台角色处于各种特殊状态下，让马维卡以驾驶齿轮车的形态出场。此外呢，马维卡在队伍中的时候还会降低夜魂传递的冷却时间。那岂不是可以让纳塔的角色们实现无缝衔接了吗？这下我有点期待旅行者们的跑酷操作了。除此之外呢，马维卡的元素爆发也非常的特殊。马维卡并不依赖元素能量来启动自己的元素爆发，而是依赖战役。当队伍中的角色消耗夜魂值，或者通过普通攻击命中敌人时，马维卡都可以获得战役。当战役超过一定量以后呢，马维卡就可以释放元素爆发了。在此基础之上，当战役越多，元素爆发的威力也就会越强。而他的2个固有天赋，一个是在触发夜魂迸发的时候提升马维卡的攻击力，而另外一个则会在马维卡释放元素爆发后，根据释放的战役提升当前场上角色所造成的伤害。所以马维卡它既可以正面作战，也可以在后场进行支援，战斗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哈。真不愧是纳塔战争的国度的神明呢。所以为了更好地发挥马维卡的能力，旅行者们可以挑选那些以普通攻击为主或者能消耗夜魂值的伙伴跟他组队。这样的话，不仅可以让马维卡更加高效地积累战役，而且呢，马维卡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能力协助这些伙伴。除了刚才介绍的内容外，在完成5.3的魔神任务后，想要进一步了解马维卡的旅行者们，也可以体验他的传说任务。你说到传说任务我听说这次的传说任务内容还挺重磅的。那我在这里可以先透露一些给大家，旅行者将会在睡梦当中收到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听说这个消息还是希特拉利在梦里告诉旅行者的。哎呀，等，两位，等一下，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说的吗？没事，这个又不涉及什么核心内容。再说了，只能说啊，知道了这个消息的马维卡呀，他一定要亲自出面。鸡哥，算了，我们不能再说了哈。不过我可以小小的透露给大家的是，我们会再次和纳塔的小伙伴们一起参加一次前所未有的归火盛夜巡礼，也会在事件调查的途中遇到一只有着奇怪口头禅的小荣翼龙啊！你看，又是归火盛夜巡礼，又是小荣翼龙，你这个悬念是一个接一个，还不让我说。当然，具体是什么样的消息，又会遇上怎么样的事件，马维卡他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就还请旅行者们到游戏中实际去体验了。最后完成马维卡的传授任务，还可以领取他的培养材料，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哦。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呀，除了刚才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之外，我们还有一部动画短片也即将播出，大家或许可以从中认识到500年前的马维卡。那下面我们来看一段预告吧。Do you think there'll be sunsets like this in the far future too? After the evening flame burns away all evil, the peaceful night will finally arrive. Hey sis, you have a mission to do. Remember? I do. There's people watching this sky. I can't keep them waiting. 其实除了火神啊，还有一些人也在为拯救纳塔而奔走。比如说烟迷主的希特拉利，夜神之国呢，因为深渊的冲击而破损，很多的灵魂不能返回夜神之国了。而在纳塔四处的游荡，希特拉利啊正在尽力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灵魂。在与深渊惨烈的对抗中，希特拉利应该是纳塔最能直观感受到战争所能带来的创伤的人之一了。没错，毕竟他是烟迷主部族最厉害的大萨满，对纳塔地脉中的变化的感知也会更加的敏锐。那毕竟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那在之前的魔神任务剧情当中啊，相信大家对这位性格比较特别，然后对旅行者呢也格外关照的奶奶印象应该非常深刻。我还记得在5.1魔神任务里面，旅行者和派蒙当时不小心听到了希特拉利的心声啊，对，没错。后来跟他提起的时候，他的反应可有趣了，确实是一位看起来有点表里不一的奶奶呢。没错，感觉她是那种看起来有点难以琢磨，但是面对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又会显现出不同一面的人。就有的时候觉得他不修边幅，看起来像是在自暴自弃，但其实关键的时候又是很可靠的。毕竟拥有黑曜石奶奶这样传说级别的称号，那必然也是有些特殊的能力吧。那相信旅行者们呀，也肯定非常的好奇，他在实际战斗当中会有怎样的表现？那不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Never late. Get to work. Zilalin, it's Papa. Get him. 在战斗中呢，希特拉利可以驱使冰元素神之眼的力量，为队伍中的伙伴提供护盾和增益。而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希特拉利还能提供持续的冰元素输出。我刚才啊看到有2个类似布偶的小东西，那它们也和希特拉利的技能有关吧？没错。大家现在看到的这2个小跟班呢，黑色的小家伙叫做伊兹帕帕，白色的大家伙呢叫做希特拉林。就是在战斗和探索中的时候啊，他们也会为希特拉利奶奶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包括并不限于当抱枕啊、做靠垫啊，甚至还会被当做武器丢出去。这种各种帮助是不是有点过于全面了呀？就连烟迷主自己能够跃起并在空中飘行的能力，也找他们2位给代劳了。真不愧是黑曜石奶奶呢。和欧洛伦一样，就是在当前场上的角色处于空中状态的时候，希特拉利也能够以夜魂加持的状态入场。那想必希特拉利和欧洛伦一样，对烟迷主部族的种种特殊能力也应该是驾轻就熟的吧？没错。实不相瞒，当我们接到设计需求的时候，就一直在想怎么能够在技能当中体现它的这些特点。就比如小跟班唤起的风暴，就象征着黑曜石奶奶的怒气，惹怒奶奶的人可是要小心了。
这2个小跟班虽然看起来非常好玩，但在战斗中没想到也是非常可靠的呢。是的，释放元素战技呢，希特拉利会展开护盾，获得夜魂值，并且进入夜魂加持状态，并召唤出黑色的伊兹帕帕。而当希特拉利的夜魂值超出一定值时，伊兹帕帕也会进入狂暴状态，卷起双陨风暴攻击周围的敌人。而希特拉利的元素爆发呢，则会驱使2个小跟班同时出击，就是那种他最不耐烦的时候，不管你们是谁，给我一起上的那种感觉。没想到奶奶在战斗中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而它的元素爆发不仅会造成伤害，还会在爆炸后为希特拉利恢复一定的夜魂值。说到这里，杨生，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我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角色了，那么希特拉利奶奶她有什么独特的过人之处吗？首先希特拉利跟他的大孙子欧伦一样，可以在后台的时候保持夜魂加持状态，而当希特拉利处于夜魂加持状态时，可以降低冻结和融化反应影响到的敌人的水火元素抗性，同时呢，希特拉利也会恢复一定的夜魂值。那你听听我这么理解是不是对的啊？也就是说，我应该在队伍中加入水元素和火元素伤害的角色，借由希特拉利的特性来提升他们所造成的伤害。我觉得你理解的挺到位的。那杨神分享了不少战斗情报，我这边也来分享一些和奶奶有关的内容。在 5.3 版本，我们会开启烟迷主部族祭文的第3幕。在第3幕的剧情中，旅行者将有机会了解到这位黑曜石奶奶漫长生命中所经历到的故事，通过希特拉利的视角来探究记忆与历史本身的意义。你说的对。但我听说奶奶是个会在家中囤轻小说跟零食的宅女，那这次的剧情我有办法去求证一下吗？我只是求证，没别的意思。我虽然很想告诉你，但是我还是不能出卖奶奶的。不过我只能说，这次的剧情里，旅行者将会对希特拉利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好了，不要起哄了啊！对了，在限定时段内完成烟迷主部族祭文第3幕的任务，可以额外获得希特拉利的培养材料。说到希特拉利的培养材料，在烟迷主部族附近的洞窟中还有一位隐士，在等待着给予前来挑战的冒险者一场用色彩织就的试炼，而通过这位隐士的考验，就可以获得希特拉利的角色图宝素材了。感觉我们刚才说完了马维卡和希特拉利，那想想我们旅行者好像在纳塔没有获得类似纳塔本地人的力量赐福啊。那在 5.0 的前瞻直播当中我也跟大家有提到过，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旅行者还不能和纳塔的7天神像产生共鸣。鸡哥，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是不是就意思是？没错。那么在 5.3 版本的魔神任务当中呢，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旅行者将会获得火元素力，那这也将会成为剧情当中的关键转折点。而旅行者获取的这份力量也将帮助纳塔的大家更好的抵御深渊的侵袭。那关于旅行者的火元素力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剧情里面，我们从希特拉利那里获得了一个叫圣夜旅之的道具。它会记录旅行者在纳塔留下的各种事迹。没错，随着圣夜旅之的故事记录的愈发的完整，旅行者的火元素力就会越发的强大。而在过去每个部族的部族祭文任务中，我们会获取一个名为卓然的岁元矿的道具。没错，那这个岁元矿，这个，我们先就此打住再说下去，我们的设计目的都被你曝光完了。接下来的内容还是让旅行者们自己去游戏中好好的体验吧。虽然大家在纳塔对抗了这么久的深渊力量，也并不是第一次和他们交手了。那对于这些深渊魔物，你第一时间能想到的描述词是什么？邪恶、强大且黑暗吧。毕竟它深深地隐藏于提瓦特大陆的阴影中，又在不断侵蚀着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好，那除了这3个词我感觉还有另一个词也可以用来形容它，那就是狡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深渊造物往往会提取地脉当中的记忆，模仿出提瓦特的强大生物。那越是强大的深渊生物，那就越能拟态出强大的怪物。那么作为最强大的深渊本体，它又能拟态出什么超乎想象的姿态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没错，深渊模仿的对象是提瓦特最强大的元素生命体之一——元素龙王。哇，那深渊抽取了残留在地脉当中的记忆，拟态出了这位元素龙王，也就是我们面前的敌人石灭的原焰之主。哎呀，看来旅行者们这次要打一场真正的硬仗了。是的。作为战斗设计师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策略建议。举个例子来说啊，原焰之主会不断的向旅行者们发动袭击，而且呢，会试图在战斗中摧毁旅行者们所在的平台，不断的去缩小我们的安全交战区域，把我们逼入绝境。所以呢，在躲避原焰之主的攻击的同时啊，旅行者们要时刻注意战斗区域的变化哦。当然，那它也和其他的深渊魔物一样呀，高频率的元素攻击可以破除它的特殊状态，而夜魂性质的元素攻击则会更加有效。旅行者们也可以尝试发挥队伍中角色的独特能力，尝试不同的应对策略。那值得一提的是啊，旅行者们在获得火元素力之后，在面对石灭的原焰之主时啊，也会有额外的优势哦。那接下来，是不是该到了激动人心的活动祈愿环节了？是的。那么在 5.3 版本的上半期呢，火神马维卡和希特拉利将会加入角色活动祈愿，5星双手剑焚耀千阳以及5星法系祭星者之望也会加入武器活动祈愿。哎，这就讲完了吗？咱们不是应该还有没讲完的部分？哎，鸡哥你别着急啊，剩下的部分和后续的介绍内容是有关的，留给你鸡哥晚点分享吧。OK， 行，那确实啊，刚才我们一下子讲了好多的内容，也确实需要旅行者们消化一下。那各位旅行者可以先休息一下，在马上到来的环节里，我们会为旅行者们带来海灯节的信息以及更多的祈愿安排，千万不要走开哦。各位旅行者们，欢迎回来。那在这个环节呢，我也请到了一位大家的老朋友石头。各位旅行者，大家好，我是原神的美术石头，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那看今天周围的场景，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接下来的内容呢，会和海灯节有关了。那么今年的海灯节会有什么新的内容呢？这个东西，石头，你是在暗示今年海灯节的主角是胡桃？没错，在今年的海灯节上，胡桃遇到了一些困难，让他有些心神不宁。让胡桃都心神不宁，那得是多困难的事儿啊！这个我就先不剧透了，还是留给旅行者们自行体验吧。不过你没有发现胡桃有什么不一样吗？他好像穿上了一套新的衣装。没错，胡桃的新衣装是香菱拜托枫丹设计师专门设计的，名为素雪桃红。大家知道，香菱和胡桃从小就是在一起的好朋友了。香菱是希望他能换一个新衣服，换一个好心情。那当然，胡桃也很快回赠了香菱。这次香菱的衣装岁月欢华，我们尝试了一些新的创作风格，有很多可爱的锅巴元素。只要旅行者们在海灯节期间达到一定的节庆热度之后，就可以免费领取了。哇，那这套衣装也很活泼呀！看来今年的海灯节，旅行者们或许能够看到他们焕然一新的一面了。没错，说到焕然一新的一面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老朋友了，叫钟离啊！我们的钟离先生他竟然带钱出门了，那这确实是一件稀罕的事情啊。对，不过这次钟离还是没有带魔了，这回他带的是里约港最近流行的给予钱啊，可以拿来相互赠送。而且到时候还会有一个很大的钱币装置，旅行者们可以尝试互动一下，据说可以带来好福运哦。很大的钱币装置会不会是总务司设置在那儿的？没错，这次总务司确实花了大手笔，而且在里约港布置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明宵灯，以及一些
奇特图案的屏风。这些图案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名为八旗练陶兜的故事。哦，八旗练陶兜，哎，这个我知道。梨月港的云锦的新戏唱的就是这个故事吧？没错，为了演好这出戏，云先生可没少费功夫钻研练习。旅行者们如果有时间，可一定要去听听看。哎，看起来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呀。哎，不过说起来呀，这个八旗练陶兜中的八旗，应该指的是8位传说中的奇人。没错，这其中一旗其实是古梨月的奇门算术祖师陈玉谷12部民中的蓝氏。哎，等等啊，蓝氏，有这么巧的事情吗？哦，怎么了？因为今年啊，总务司在海灯节就邀请了蓝氏的后代蓝燕蓝师傅参与今年海灯节接会的筹备工作。那这次接会啊，有一些小藤人就出自于他的手艺。那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位新朋友吧。Up and away! Swift is the swallow. 哎，那看起来蓝师傅是一位很轻盈灵动的姑娘呀。哎，不仅体态轻盈，而且手艺也非常灵巧。对，那刚才看到的小藤人也很精巧。哎，不过我看到他的额头上还贴着符文，那这个设计还挺奇特的。哎，没错，这是因为蓝燕出生于奇门世家，他的家族擅长各种方术，藤人之所以贴着符文，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那这些藤人也是传承下来的技艺吗？哎，没错，是传承下来的。当然，蓝燕的长辈也编藤人。只不过没有蓝燕编的这样精致，反而是有点潦草，有点吓人。蓝燕小时候还因此对藤人产生过一点心理阴影，于是呢，他就开始改良藤人的模样。结果蓝燕编着编着，一下子天赋爆发了。这个如今他已经是陈玉谷手工艺工会的大师了，什么篮子、帽子、花瓶，甚至是家具，他都能用藤条给你编出来，而且做工非常精巧。哎，既然他这么厉害，那他的族人是不是也对他很重视？期待靠他去发扬家业什么的？哦，他本人倒不一定有这样的野心。这个姑娘平时比较松弛，凡事讲究开心就好。哦，原来如此。不过呀，你别看她轻盈娇小啊，蓝燕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很有力量的。蓝燕会将自身的风元素神之眼的力量融入到传承的奇门秘术当中，使用特制的武器向敌人发起攻击。哦，这武器还蛮特别的。蓝燕可以利用这些特别的武器进行突进位移，还能够获取护盾协助战斗。在突进位移之后呢，蓝燕还可以再次腾跃到空中，在空中对敌人造成伤害。哇，厉害！这个身手的确利落啊。那还有什么别的战斗要点吗？借助固有天赋，蓝燕的元素战技的突进攻击，在命中敌人之后，可以根据所接触的元素，使自己的护盾发生元素转化。而他在空中追加的攻击也会在这种情况下附加对应的元素伤害。蓝燕的元素爆发则是踏出一个阵法，牵引敌人并造成数次伤害。啊，真的厉害！那在战斗之外，他还有什么一技之长吗？哎，当然有了。得益于常年在陈玉谷群山间游历的经验，蓝燕在队伍当中时，队伍中自己的角色接近金蝶等部分生物时，也不会惊动他们。哇，那我就有点心动了哈！我什么时候能抽到这个角色啊？哎，那这我就要接着之前没有讲完的祈愿信息来说了。在 5.3 版本的下半期，阿雷奇诺和克洛琳德将进入活动起源当中。与此同时，刚才介绍的蓝燕也将加入到当期的活动起源中，并大幅提升获取概率。哦，可以。这个都快过节了，鸡哥，我们能不能再任性一点？就比如说这个之前的一些角色，对吧？我老跟你提过的，我一直想抽的申鹤，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下？比如说这次海灯节，我们也搞一个极路祈愿什么的。关于极路祈愿呀，今年的海灯节我确实有些安排，但这也正是我接下来想要说的内容啊。我们一开始其实就已经想到了要在海灯节开放一次以璃月角色为主的极路祈愿，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由于极路祈愿自身的限制，有部分角色呢，它没有办法快速的加入该祈愿活动，而是要等待漫长的数次复刻，就包括你刚才讲到的申鹤。哦，你这么一说，确实好像申鹤到今天为止，我们只复刻了1次，对吧？不满足加入这个极路祈愿的条件，但是鸡哥，咱们也不能让玩家就这么一直等下去吧？
这么说也没错啊。比如说今天啊，在座的开发组的同学也有不少在等他复课。哎，我就是。那我相信啊，正在观看节目的旅行者们也是如此。我们之前啊有一些规则设置确实是有不合理的地方，同时呢也收到了很多来自旅行者们的意见。所以今天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那就是从5.3版本开始，后续的角色进入极鹿祈愿的限制将会降低。而在5.3版本当期，我们也会开放一次极鹿祈愿，届时也会有更多的角色可以加入到这次祈愿当中了。哦，太好了！那这样的话，大家也能更快的跟自己想要获取的角色见面了。但是不太对啊，杰哥，哪里不对了？这几个角色我都想要，但是我的钱包真的不允许啊。这样啊，那别着急，别着急。哎，我们既然提供给了玩家这么多选择啊，那当然也会有福利等着大家，帮助大家在这个新年成功与自己中意的角色相聚。哦，首先是自选璃月4星的活动。完成海灯节的活动任务，旅行者们就可以邀约其中任意一名角色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中了。哦，我看到了，刚才我们介绍的新角色蓝焰也在里面。没错。哎，但是比起免费的4星角色啊，我也很想要原石啊！你先别急啊，这次啊，我们不仅有原石，还有纠缠之源，我们还包办了旅行者们的养成内容。在5.3版本期间呢，完成限时签到活动就可以领取总计10枚纠缠之源。不仅如此啊，今年的海灯节答谢邮件里，除了会送出1600原石之外，还将包含至实之冕、祝圣之霜在内的稀有养成资源。哦，可以啊，从生满天赋到极品圣遗物胚子的养成资源都有啊。当然啊，之前也和大家预告过的 Xbox 风之翼也会在5.3版本期间通过邮件限时发放给所有的旅行者。哎，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些，据我所知，我们这次的海灯节活动也非常有趣，不容错过。是的，那今年的海灯节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全新的玩法，旅行者们在游玩时就能够提升活动进度，获取奖励了。哇，那小派萌要高兴坏了。没错，那小派萌在做活动时总是最积极的那一个了。第一个活动是一个消除类玩法——八旗乱斗。哇，这些小藤人也挺可爱的啊，不愧是蓝焰的手笔。在对战中呢，旅行者需要控制方块的下落方式，通过多个同色方块相连来消除场地上的方块。哦，每个藤人都有不同的技能，善加利用就能打出漂亮的连击，击败敌人，赢得胜利。旅行者们不仅可以挑战不同难度的敌人，还可以选择连击对战来享受对局的乐趣。哦，那好啊。哎，那除了休闲类玩法，有没有那种你知道战斗爽的玩法，对吧？你是了解我的，我还是更喜欢挑战游戏中高难度的关卡。哎，那我们当然也有准备啦。海灯节的第二个玩法就是战斗挑战玩法——灯下演武。在这个玩法中，旅行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尽量获取高分。在局内可以选择不同的秘策来提升队伍获取积分的能力，从而刷取更高的得分。通过合理的配对和策略选择，获得的积分可能会有几十上百倍的差距哦。以及啊，石头，你刚才说你喜欢高难度挑战，没错。那在后续的环节里，还有一个重量级的战斗挑战玩法在等着你。嘿，你小看我，对我来说有什么高难度挑战？那我可要好好期待一下了。哎，除了这些热闹的对决之外呢，总务司也布置了一些能做小手工的摊位。旅行者可以根据伙伴的制作请求，做出寄托美好祝愿的祝简，获得朋友们的认可和奖励。是说那个制作祝简的摊位吧？好像也吸引了不少璃月之外的游客来一起制作。是的，那璃月的传统是把祝简赠送给亲朋好友，而旅行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创作出独一无二的祝简，送给提瓦特的伙伴们，获得特别的祝语纹样。除此之外，旅行者之间也可以互赠哦。哎，另外我听说啊，这次海灯节期间，阿山婆的玩具摊也上新了。旅行者们可以从阿山婆那里买到宵灯啊！
啊，肖登啊，听到这个名字啊，确实是有点怀念。我记得上一次见到他已经是在1.3版本。1.3版本。那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旅行者的背包当中收藏着它？我就有很多啊，我都不舍得放呢。相信很多旅行者也跟我一样，提到海灯节就能想起很多美好的回忆，并且期待着下一次的海灯节。好的。除了海灯节的活动，5.3版本还有一些其他的新内容，让鸡哥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吧。哇，哎，看到我手里这把琴，我觉得石头应该已经猜到了吧？我知道了，鸡哥，你说的是音游。哎，没错。那这次的音游新内容呢，也和我手里的这把琴有些关系。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哎，那看完这段介绍短片呀，我还想再补充一点，旅行者们在这次的音游千音雅集当中，不仅可以使用之前获得的乐器来演奏提瓦特各地的音乐，还可以对已有的曲谱也进行编辑，发布在官方的交流平台上，分享给其他玩家演奏。旅行者们也可以经常在平台上刷一刷，说不定就有我和鸡哥的作品在上面啊！欢迎大家投稿啊！大家千万别让自己的才华被埋没了。当然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次的千音雅集啊，将成为游戏中的一个常驻活动。未来也会陆续的给旅行者们推出更多的新内容。哇，那就可以随时在原神里玩音游了。没错。此外，全新的乐器优可琴和巨巨鼓都可以买到了，大家可以抽空去纳塔流泉之众的金贝乐棚商店看一看。那我可要马上去买下来。对，除了常驻的音游以外呢，这一次啊，在纳塔地区也有一些大世界挑战玩法。在活动贤勇成立之证当中，旅行者将受邀对精心准备的挑战关卡进行挑战，为纳塔的战士们树立榜样。这次的活动挑战分布于纳塔的各个部族当中，每场挑战都存在着额外的进阶目标。完成3个部族的进阶目标后，旅行者还能获得一份特殊的纪念礼物。那为了大家有更好的游戏体验，推荐旅行者们完成纳塔魔神任务第5章第5幕之后再来参与，说不定还能偶遇自己喜欢的角色呢。哎，石头，你还记得吗？上个环节啊，我有说过，还有一个重量级的战斗玩法在等着你。在全新的战斗玩法凶魁巨怪掺后路中，玩家需要集结角色，挑战4个强大的首领级敌人。那在这里啊，我先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旅行者呀，此次挑战的最高难度非常的考验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么神秘吗？你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是想要挑战一下。哎，不过呢，如果旅行者们呀成功的击败了他们，就可以点击挑战记录当中的分享按钮，把自己得意的队伍阵容和挑战数据分享给朋友们炫耀啦。那对高难度共斗感兴趣的旅行者，也可以邀请其他人一起进行双人挑战哦。哦，哎，我听说这次的活动委托人也有些来头。这个嘛，现在就不具体透露了。不过啊，它会带来一些特别的情报。哎，石头，你还记得有个叫罗德卡莱的地方吗？哦，记得。我们的老朋友利本，对吧？之前就提到过罗德卡莱，印象里是一片位于至东南端的区域。没错，那这是一个危险又生机勃勃的地方。虽然目前的情报不太多，但是通过这位神秘的委托人，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不少线索，旅行者们可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的活动啊，我说一个名字你就知道了。斗虫，你有印象吗？哦，当然有，忘不了。我记得斗虫是伊斗从到期带到璃月的一个斗蛐蛐玩法。没错，伊斗的小弟花角玉将如今啊跟随了闲云的弟子树玉学习机关术，他现在啊已经可以指挥鬼斗虫和湖中的各种魔物模型战斗了。哇，这不是吧，哥们儿，这还是元神吗？鬼斗虫已经打深渊法师了，他还可以跳到空中躲避地面的攻击。对。这次的斗虫活动，我们新增了跳跃浮空的玩法。除了跳跃之外，它还能在空中蓄力，攻击到敌人的弱点，还能造成更多的伤害。而在这些活动的末尾呢，我们也将上线全新的圣才遗勇活动。在圣才遗勇活动中，玩家可以双倍获取天赋培养素材或者武器突破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呀，旅行者们可以无视日期的限制，自由的选择刷取的素材了。哦，太好了，那我终于不用选日子刷本了。没错，旅行者们千万不要错过哦。就和以前一样，项目组会一直持续不断地关注旅行者朋友们的意见和建议。这次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内容和大家分享，我们一起看看。在这些优化项目中，有一些我得单独调出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是提升指南的优化，我们在角色界面增加了提升指南的一键跳转入口，提升指南的圣遗物、武器、天赋等界面内容的排版也会变得更加的直观和清晰。同时，我们会在 5.3 版本将背包内圣遗物的持有上限提升至2100个。这个我很需要，我玩了这么长时间，背包都装不下了。另外还有 BOSS 的挑战体验也将迎来一次史诗级的优化。玩家口中的40体 BOSS 从 5.3 版本开始起，会在挑战结束之后立刻原地刷新，再也不用传送到其他地方了。哦，这个确实是史诗级啊，终于可以原地爽刷了。是的，那我们的出发点肯定还是以大家的游戏体验为第一位嘛。那 5.3 版本的更多优化内容，旅行者们还可以关注后续的版本公告。除了活动玩法和优化之外，这次会享游记玩法也新增了万叶和甘雨的游记外观以及对应的关卡，大家也可以多关注。另外，在 5.3 版本有一些老朋友也将会加入到七神召唤当中，新的角色牌以及行动牌也等待着大家去收集。而且我记得这次更新的纳塔角色牌也会有和角色一样的夜魂状态哦。没错。石头，你看场下的工作人员说有位大家的老朋友到了，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再见。啊，终于来了，那我们一会儿见。旅行者们好，我是大家老朋友大伟哥。刚刚我一直在台下听大家的分享啊，鸡哥和石头讲了很多我们新版本的信息啊，都特别的有意思。你看大伟哥你来都来了，为什么不赶紧加入我们呀？那我不是看你和石头很游刃有余吗？想让你们锻炼锻炼。我们俩老演员了。对。不过这次呢，我也没有空手而来啊，我准备了一些游戏外的情报，想和旅行者们分享一下。5.3 版本啊，恰逢年末新出，在此隆冬之际啊，我们也想邀请旅行者们共享这份来自火焰的温暖，一起来看看这支在冬日也能让大家燃起来的短片预告吧。接下来啊，我们也会在线上线下开展一系列与马威卡同行的主题活动，欢迎旅行者们关注官方社媒获取相关资讯。在 5.3 版本期间啊，我们也将为旅行者带来第5张角色主题专辑《闪耀的群星舞》，将收录由 Hoya Mix 音乐团队为原神游戏角色创作的原声音乐。我还记得西诺营的说唱超级炫酷带感，我看了好多遍啊，这次终于可以在音乐平台收听了。那闪耀的群星舞中也将包含仆人阿雷奇诺、西格文、闲云、基尼奇等好听的角色音乐，旅行者们敬请期待。今天项目的同学们啊，和我们分享了很多精彩内容。在即将到来的 5.3 版本啊，纳塔的魔神任务也将迎来高潮和尾声。但旅行者们在纳塔的旅途并未结束，
我知道还有很多新内容啊等待着大家。哎，咱们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和大家再多讲一讲？那大伟哥既然都这样说了，那我也来给大家提前透露一下我们未来的一些信息，或者说是规划吧。5.3版本的魔神任务完成后，还有一个纳塔地区的部族为与我们正式见面，那就是耶安山所在的沃路之邦。和其他的部族一样，沃路之邦也有自己的龙伙伴，并且也在纳塔对抗深渊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如果大家还记得5.1版本的魔神任务剧情的话，耶安山他在未能支援自己家乡的时候呀，是一位名为瓦雷莎的勇士在保护部族的大家。还有来自花语会的兽医伊法，他们也都会在后续的剧情当中陆续和大家见面。哎，看来后面还有不少新朋友呀。是的。那在纳塔这一年的版本当中，还会有很多的新面孔与大家见面。他们有一些呢是纳塔的本地人，还有一些来自于旅行者们已经熟知的国度，还有一些，就像我在5.0前瞻节目当中提到的那样，他们与提瓦特的命运息息相关。那在接下来的半年多里啊，大家都会逐一的认识他们，并且与他们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对于更远的规划，就不得不提我们此次前瞻节目再次讲到的神秘地区罗德卡莱了。罗德卡莱是至东南部的一块自治区域，说是自治，但其实在这片区域有着诸多的阵营，为着自己的目的在这片土地上逗留。目前可以透露给大家的是，罗德卡莱将会带给大家与之前的6国截然不同的地区体验。这也是原神一直以团队和产品的进化作为目标向大家许下的承诺。然后今天我还想跟旅行者们多说一点新玩法相关的内容。那刚才我有说到啊，既然团队和产品需要进化，那么除了常规的地区、角色、故事更新以外，我们还在筹划一个大型的玩法模块。在这个模块里，玩家可以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原神已有的内容，构建完全属于自己的游玩关卡。玩家可以自由邀请自己的好友或者陌生人，在这些关卡当中进行解谜、共斗乃至竞技。它同时也会是原神的创作者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届时也希望大家群策群力，让我们的内容生态建设得更好。今天听完项目组同学的分享啊，我现在不仅想马上玩到5.3版本，对5.3版本之后的内容啊也是非常的期待。当然啊，我也很高兴我们项目组的同学啊，总是能够用心的投入创作，为大家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内容。那时间过得好快啊，一转眼呢又到了我们那个节目的尾声啊。我知道，其实每次见面啊，项目组同学都有很多话想和旅行者们说。那这次呢，刚好趁着海灯节的祝福啊，和大家说点心里话吧。是的，每次见面的机会虽然短暂，但是我们都很珍惜。首先还是要感谢各位旅行者能够一直支持和喜欢我们的设计内容，是大家的喜欢让我们一路走到了现在。同时，我也想代表原神的美术团队向旅行者们提前说一声海灯节快乐。未来我们也会用心为大家准备更多精彩的内容。海灯节快乐！希望旅行者们能够喜欢5.3版本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内容，也希望即将到来的元旦和春节大家都能开开心心。咱们的祝福啊很接地气啊，那这么多年彼此陪伴啊，咱们和旅行者们啊更像是朋友或者是家人呢。是的，现实生活之余，旅行者们要是想歇口气、看看风景，单纯的在原神里面大世界逛一逛也是可以的，散散心。没错，从写下7天神像那句交互语啊，一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制作优秀内容的初心就从未改变。我们也想邀请旅行者们啊，在未来继续与原神相伴同行，一起去感受和经历更多在提瓦特大陆上发生的精彩故事。最后啊，我发现啊，这次5.3版本的更新时间刚好是2025年的1月1日，恰逢新一年的第一天啊，希望各位旅行者在新的一年以及即将到来的新版本中，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快乐。Wishing you all a happy Lantern Ride and a happy New Year! 大伟哥搞定了啊！收工。